服役年限跨越了整个世纪，改变了历史。这把枪的制作工艺呢是全锻造，然后它在美军的唯一佩戴方法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巴拉。今天呢，和大家带来一期1911的开箱。但在开箱之前，我想和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不知道大家在13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我记得我13岁的时候应该是小学5年级，因为我是从8岁开始读书的。那个时候我应该只知道玩泥巴，或者是憧憬着去初中的生活，因为会换学校、换环境、换朋友。但在我们主人公的13岁，他已经创作出自己第一把枪，然后在24岁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第一份自己的枪械专利。然而他的高光时刻才刚刚开始，在他30岁的时候，他已经设计出一把非常经典的手枪。这把手枪在2天内连续发了6000发子弹，都没有发生一起故障。这把手枪的服役年限跨越了整个世纪，从1911年到去年2023年，才光荣的从美军退役，为一个时代的终结画上了一个句号。而这把1911正是那把跨越世纪的经典之作。这位天才设计师就是耳熟能详的 John Moses Browning 勃朗宁。而这位天才的设计师并不止步于此，他设计了许多标志性的武器，包括但不仅限于子弹、自动步枪、机枪和霰弹枪。他的这些创新不仅在军事中取得了非常卓越的表现，并且在全世界的文化和工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让其他的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危机感，但却望尘莫及。这里我们再提一个 fun fact，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有非常多的导火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刺杀大公费迪南德和他的妻子，而那把刺杀手枪正是我们的男主人公勃朗宁所设计。而想必不提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改变了历史。勃朗宁的设计理念呢，非常注重实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并且在当时和未来制定了一个永久的标杆。而勃朗宁这位天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高于普通人的那个1%，并且在普通人很难做到的那个99%，他也做得非常好。甚至在勃朗宁生前最后的那一天，他都还在制造武器，而那把枪就是我们熟知的 Browning High Power。 不好意思。而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天，他都还在制作武器。虽然很可惜那把手枪没有在勃朗宁手上给完成，但是他有比利时的一位设计师叫 Dieudonné Saïf， 花了10年之久所完成。好，那切入今天的主题，就让我们看看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个牌子呢叫 Tissot， 是一个土耳其公司，他们家专门复刻一些老枪，而且复刻了非常的逼真。可以看到他们的摆放是非常的讲究，每一个部件呢都有它应该在的卡槽，不像格洛克的手枪，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格洛克的开箱，它就2块大棉花，然后把枪夹在了当中。而可以看到 Tissot 非常注重细节上的讲究。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有哪些 accessories。 首先我们有2个清理枪的 rods，然后格洛克是只有一个长得很像 fork 的那个，Tissot 是有两把。下面有一个 user manual， 我就放在下面了。然后它有2个自带的 magazine， 这里有一个，然后枪后面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上面写着 Tighten Screw Firm on Gun。这有可能是一个锁吧，只是长得非常畸形的锁，但是如果要使用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可能要去翻一下 user manual 吧。这有2块塑料的可以替换上面 grip 的东西，我应该不会替换吧。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可能是一个拆枪的工具，大家看一下，拆
拆枪的工具。然后这个小东西就是，可能是一颗假子弹，然后是放在枪膛上面的。首先我清一下枪，让大家知道这把枪是safe 的，没有子弹。好，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把枪吧。这把手枪拿在手上的感觉是非常的重，因为它是一个全铁的手枪，而它的价格呢是在美金$400左右。我认为这个价钱呢是非常的公道。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现在的经济并不好，而还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兑换的汇率和美金是现在是非常的优惠。再来聊一下这把枪的制作工艺。这把枪的制作工艺呢是全锻造，英文名字叫 forging。什么意思呢？就像关公的那把大刀是一下一下子给锤出来的，而不是铸造 casting。casting 的意思呢就是把铁给熔了，然后用模具把它给磨出来。这个制造工艺有可能会影响它金属的强度，所以很多老枪都选择用了锻造。虽然铸造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对于它的金属的强度来说呢，可能影响会非常小。对我来说呢，我还是非常的信任传统的制造工艺。就像关公的那把大刀，想象一个非常壮的肌肉猛男在火炉前面康康康的，那感觉是多刚烈和结实啊！再来看我们上面的2块木头的 grip， 能看到它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像原版。许多美国的老派爱枪人士都认为钢铁和木头才是一个绝配，钢铁和塑料呢就是差那么一点。好，那我们拉近一下看一下这个枪的细节。首先呢，这里有写 TSOS Knoxville TN， 这个可能就是它进口的那个公司的名字。然后这里写着它的 model， 能看到吗？写着1911 A1 US Army。然后在它前面有一个最老的一个版本，最老的版本呀也只是长相的变化，其中一个包括的它那个 beaver tail 可能会比较的伤手，然后它 A1 这个版本呢，就是把这个 beaver tail 做的比较圆滑一点。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把枪的功能方面。这把枪呢有2个 safety， 一个呢是这里推上去的，哎，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 safety 呢是这个 grip safety， 就在这里可以下去。然后它在美军的唯一佩戴方法是 cock and lock， 就是把 cock 你的 hammer， 然后 lock 你的 safety。子弹是上膛的，是这样子佩戴的。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 safety。如果这个 safety 是 lock 住的话，我们的 trigger 是不能 pull 的。但是如果这个 safety 是往下的，你的手又不是很正确的握在了这个把手上面，这个 trigger 也是不能 pull 的。所以这个手枪是非常的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sight。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ight 就是这个瞄准器，它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认为也不用指望太多了，因为这把枪是1911年的时候的枪，如果真的要用它作为防身武器的话，是要在靶场里面更多练习一下这把枪，才能打得更加的精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瞄准器，它和枪其实是一体的，所以你也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加新型的1911，它的那些瞄准器都已经有那些夜视的功能，比方说美军刚刚退役的那把1911就卖的非常的贵了，但它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然后我们待会儿就来试一下 dry fire， 但是在试 dry fire 之前，我们来聊一下这颗子弹。我去拿一个9毫米的子弹回来。好，我回来了，大家来看一下9毫米和45的子弹，大家看一下9毫米和45的子弹，有没有觉得它是胖嘟嘟的？所以它的 stopping power 是非常的厉害。但是9毫米的子弹呢是超音速的，这个不是超音速的哦。但是消音器在45子弹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dry fire。好，还有要提一下的就是它这个 magazine 可能有一点难。可能有一点
非常难合作啊。我可能去买一个Boston Combat 的那个 magazine， 就是做比较高端的，就是做比较高端1911复刻的那个厂家的 magazine 买来试一下。我可能要一只手帮忙，一只手。天哪，要翻车了！天哪，要翻车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子弹上面已经，假子弹上面的皮已经被搓下来了。我刚刚去稍微弄了一下，然后这个 magazine 是真的有一点难用。好，我们来试一下夹子弹。OK， 然后我们上膛。好，夹子弹已经在里边了。它这把枪呢是 single action 的，所以我期望的它的那个 trigger 应该是非常 short、非常 light， 也非常的 crisp， 就是非常快，也非常的轻，而且非常的就像咚，的确是这样子的，非常短，非常快。不得不说，土耳其 T-Sauce 对制作复刻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考究。我觉得我还会买他家的那一把 M45A1， 就是海军陆战队刚刚退役下来的那把1911，给他们家点赞。买1911A1 不仅是买了一把枪，而且是买了一段历史，买了一个情怀。1911的枪呢，也像格洛克的枪一样，很多零部件可以换。而对我来说呢，这把枪呢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把枪。如果我真想改一些1911，我可能会再买一把，作为一个小的 project 来改。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1911的开箱，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